你听过鲜血瞬间冻结的声音吗？那是极度静谧下血管里传来的滋啦滋啦声，像是有千万根细小的碎玻璃渣顺着静脉一寸寸炸裂。上一世，冰河末世来临，我最好的闺蜜林雪切断了我们最后的供暖，卷走所有物资，依偎在我男友怀里，嘲笑我愚蠢。我眼睁睁看着爸妈在我怀里冻成冰雕，在绝望中死去。再次睁眼，熟悉的空调冷气吹在我脸上，我重生回到了全球冰封前3个月。这一世，我要在山巅筑起最硬的堡垒，亲手把仇人关进那冰冷的地狱，让他们也听一听自己鲜血炸裂的声音。咔嚓，我甚至能听到自己骨头被冻裂的脆响。我蜷缩在冰天雪地里，怀里抱着早已失去温度的父母。安全屋的防弹玻璃内，我最好的闺蜜林雪正依偎在我男友周哲的怀里，她身上穿着我买给她的顶级羽绒服，手里捧着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脸上带着甜美又残忍的笑。暖暖，别怪我。她的声音通过一个小小的扩音器传进来，清晰又刺耳。这冰河末世，你这种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累赘，活着也是浪费能源。你和叔叔阿姨的物资就由我们来好好利用吧。要怪就怪你太天真。一时陷入黑暗的瞬间，我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将他们紧紧相拥的丑陋嘴脸狠狠刻进了灵魂深处。嗡！一股熟悉的空调冷气猛地吹在我脸上，带着一丝轻微的震动。猛地睁开眼，映入眼帘的是我卧室里熟悉的米白色天花板。我坐起来去拿床头的手机，屏幕亮起，顶端清晰地显示着日期8月15日。心脏狂跳，胸腔里积压的恨意与重生的狂喜交织在一起，几乎让我窒息。就在这时，手机叮的一声轻响，弹出一条微信消息：暖暖，我们周末去滑雪吧，阿哲也去哦。我修长的指尖在冰凉的屏幕上慢慢敲下2个字：好啊。然后我冲出房间，在书房找到了正在处理公务的父亲陆建国。爸！我爸是国内顶级银行的高管，为人沉稳精明。此刻看到我冒失的闯进来，只是略微皱了皱眉。暖暖，怎么了？毛毛躁躁的。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爸，立刻抛掉我们家所有的股票、基金和理财产品，全部！我爸的眉头皱得更深了，他揉了揉眉心。暖暖，别胡闹。最近市场虽然有波动，但总体是向好的。你在说什么？我知道，直接说末世要来临，他只会当他女儿疯了。我必须拿出证据，一个能彻底击溃他几10年金融经验的证据。我死死盯着他的眼睛。爸，我昨晚做了一个梦，一个无比真实的梦。我梦到3天后下午3点，我们家投资的那只叫星链科技的股票，会因为合进技术专利诉讼失败，股价在1秒钟之内从300块跌到3毛钱。星链科技是我爸非常看好的一个小众科技股，也是我们家除房产外最大的一笔投资。我爸听完，脸上露出了哭笑不得的表情。暖暖，就因为一个梦，你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了？不只是梦，我抓住他的手臂，指甲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爸，你信我这一次，就这一次。你用你的私人账户买它爹，不需要多，10万块就够了。我爸看着我布满血丝的双眼，里面交织着他无法理解的恐惧和决绝。他沉默了许久，或许是出于对我的疼爱，最终还是叹了口气，重新戴上眼镜。好，10万块就当陪你玩玩。那3天是我重生后最漫长的3天。我爸嘴上说不在意，却也每天开盘后下意识地看上几眼星链科技的走势。他一如既往的平稳，甚至还微涨了几个点。林雪和周哲又发来几次消息，催促我确定滑雪的细节。我一边心不在焉地应付着，一边盯着日历上的倒计时。第3天下午2点59分，我爸正在客厅泡茶，电视上还放着财经新闻，分析师正对星链科技的未来大加赞赏。我爸端起茶杯对我笑了笑，分析师的笑脸瞬间凝固。手机交易软件发出了刺耳的暴跌警报声。我爸猛地扭头看向电脑屏幕，那根代表着星链科技的红色 K 线以一种垂直坠落的姿态1秒触底。他猛地回头看我，眼神里是前所未有的震惊和一丝无法掩饰的恐惧。他征战金融市场半生，从未见过。我走到他面前，看着他震撼的脸。爸，我还梦到末世就要来了，否则我们都会死。我爸的震惊只持续了不到10秒，随即那份属于金人高管的果决与狠辣便彻底取代了所有情绪。他没有斥责我胡说八道，因为星链科技的崩盘就是最无可辩驳的事实。需要多少钱？准备些什么？地方选在哪里？我心中一块大石落地，有父亲的全力支持，我们活下去的几率将呈几何倍数增长，钱越多越好。我递给他一份早已准备好的清单。爸，从现在开始，我们家所有的房产、债券、收藏品能变现的，3天之内全部变现，换成黄金和无法追踪的加密货币。我爸接过清单，只扫了一眼，瞳孔便猛地一缩。那份清单的标题叫《末日堡垒生存物资采购列表》。暖暖，这……爸，相信我。我打断他，我们面对的将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生存危机，任何准备都不为过。
父亲的效率比我想象中更高，他没有再多问一个字，而是立刻拿起电话拨给了他那几个在房地产、大宗商品和黑色产业链里深耕多年的老友。老陈，我名下那套临江的别墅和那2台限量版超跑，你不是一直想要吗？今天签合同，只要现款，价格我可以让你1成。老李，帮我秘密处理掉手里所有的信托和境外债券，我不走常规渠道，只要快，手续费你尽管开。我看着父亲在书房里运筹帷幄，短短几个小时，陆家几十年积累的财富正在以一种惊人的速度转化为流动的资本。而我的母亲在听完我近乎泣血的倾诉后，虽然脸色苍白，却展现出了超乎常人的坚韧。她没有哭闹，而是紧紧握住我的手。暖暖，妈信你，别怕，这次咱们一家人守在一起。母亲曾是顶级营养师和半个医生，她主动揽下了药品和长期口粮的储备任务。接下来最关键的是选址，前世的安全屋是周哲找的，名义上是他的房产，实则是用我的钱装修的。那地方虽然坚固，但通风口设计有缺陷，且位于闹市区，冰封后期成了无数暴民围攻的目标。这一世，我选了一处绝对的世外桃源，位于郊外的一座半山私人会所。那里背靠岩石山体，地下有深达100米的天然温泉水脉，这意味着即便全球电力瘫痪，我们也能拥有最稀缺的资源。我通过父亲的关系联系到了国内顶尖的特种工程团队。陆先生，您确信要按这种规格改造？工程负责人看着父亲给出的图纸，倒吸一口冷气。5层特种防弹玻璃，外层包裹吸能装甲板，内嵌铅板防辐射，还有这套独立的大型空气循环系统和恒温控制中心。这哪是避暑山庄，这简直是核战争级别的地下掩体。照做就是。父亲把一叠厚厚的定金合同甩在桌上。我只有一个要求，工期缩短到2个月。在金钱的轰鸣声中，半山会所开始了没日没夜的秘密施工。我每天都在工地上监工。我要求将围墙加高到6米，顶端通上高压电，地下室被挖空3层，分别用于储存物资、种植无土蔬菜和安放昂贵的柴油发电机组以及地热交换机。就在工程如火如荼进行时，林雪的电话再次打来。暖暖，你怎么不去滑雪呀？阿哲买了3张 VIP 票，说要带我们去体验一下顶级的人工造雪场呢。他声音甜腻，透着一股子虚伪的优越感。想到3个月后他会跪在我的安全屋门外，为了半根发霉的火腿肠出卖身体的模样，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滑雪啊，我就不去了。最近我爸说生意上有变动，我得帮他处理一下。对了，雪儿，我记得你名下不是还有一套老破小吗？最近有个傻大款在收地，价格翻了3倍，你要不要考虑卖了？电话那头的林雪显然呼吸一滞，充满了贪婪。真的吗？暖暖，你可一定要帮我牵线啊！挂掉电话，我冷笑一声，那块地确实有人收，但那是个臭名昭著的烂尾楼坑。我要他在末世来临前，把手里最后一点保命的资产也变成一堆废纸。9月中旬，暑气未消，我却在疯狂采购羽绒服，不是商场里那种轻薄款，而是南极科考级别的顶级极地防寒服，能抵抗零下60度的极端低温。我直接联系了源头工厂，一出手就是500套。老板，你这是要倒卖到西伯利亚去？工厂经理一脸疑惑。我喜欢收集，不行吗？我刷卡的手毫不迟疑。除了衣服，物资的储备更是重头戏。我租用了10几个隐蔽的大型冷链仓库作为掩护，每天一辆辆满载着物资的集装箱卡车在深夜驶向半山堡垒。大米、面粉、脱水蔬菜、真空包装的肉类，这些是基石。我甚至利用父亲的渠道弄到了大量高热量的压缩饼干和军用自热食品，这些东西保质期长，热量高，是冰河末世里的硬通货。接着是能源。我订购了1000吨高品质柴油和数套顶级太阳能板，即便阳光被厚重的云层遮蔽，但聊胜于无。暖暖，药买回来了。母亲递给我一份清单，那是整整2间密室的药品，抗生素、止痛药、感冒药，甚至还有小型的手术器械和2台呼吸机。在采购这些物资的过程中，周哲来找过我一次，他开着我送他的那辆玛莎拉蒂，停在半山会所的施工现场外，眉头紧锁地看着那些厚重的铁门和装甲板。暖暖，你这是在干什么？陆叔叔是不是疯了？把钱全砸在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他下车，试图搂我的肩膀，眼神里闪过一抹算计。你要是觉得无聊，不如把这钱投到我的新公司。我厌恶地侧身躲开，那种被毒蛇划过皮肤的恶心感让我几欲作呕。阿哲，你不懂，这叫极限生存体验馆。等装修好了，我带你和雪儿来玩啊！真的？这也太夸张了，感觉像监狱。这叫安全感。我凑近他，压低声音，语气里带着一丝诡异的温柔。到时候我会把你们关，请在最里面的。暖暖，你最近说话真奇怪。对了，你那套临江别墅卖了，我现在都没地方停车了，你什么时候再给我买一套？我看着他理所应当的脸，心中积压的恨意几乎要冲破胸膛。骗走了我爸妈最后的一点救命药，然后亲手把我们推入零下50度的冰雪中。快了，等体验馆建好，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送走周哲后，我回到了堡垒中心。此时最后一块特种玻璃已经安装完毕，整座山庄如同一头沉睡的钢铁巨兽。距离冰封还有最后2周，气象台开始发布异常预警。北极冰川正以一种无法解释的速度消融，
巨大的冷窝正在大气层顶端悄然汇聚。新闻里，专家还在争论这是不是正常的厄尔尼诺现象，而我已经关上了厚达30厘米的液压合金大门。爸妈，一切准备就绪。我拉开巨大的监控屏幕，屏幕上显示着堡垒内部充足的储备以及外部密布的监控探头。我看到了林雪正提着刚买的名牌包，在商场里兴高采烈地发着朋友圈。周哲则在会所里纸醉金迷，搂着新欢吹嘘着自己即将到手的财富。我坐在舒适的恒温真皮沙发上，端起一杯温热的牛奶。末世就要开始了，你们准备好被冻成冰雕了吗？只剩最后10天。原本燥热难耐的8月底，空气中突然多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凉意。清晨的草叶上开始出现霜冻，虽然太阳升起后很快消融，但这种反常的气候让街头巷尾的议论声渐渐多了起来。此时的林雪正陷入巨大的财富幻觉中，她把自己名下唯一一套老破小房产卖给了一个所谓的开发商。林雪拿到了第一笔所谓的定金30万，这笔钱足以让她彻底迷失。暖暖，你看这只包包怎么样？配不配阿哲送我的那条项链？我坐在堡垒的指挥室里，手里摇晃的一杯红酒。屏幕的冷光映在我的脸上，显得有些阴森。好看，非常衬你。雪儿，钱还没到齐吧？剩下的200万尾款10天后才会到账，你可得省着点花。哎呀，知道了啦。现在的开发商办事就是慢，不过没关系。阿哲说他公司最近有个大项目，只要我投进去100万，下个月就能翻番。林雪的声音里充满了贪婪。我挂断电话，嘴角的讽刺几乎掩饰不住。周哲那所谓的大项目，不过是他在赌场里欠下的巨额高利贷窟窿。前世他就是用甜言蜜语骗走了我家的应急资金去填坑，而这一世他盯上了林雪手里那点带血的定金。狗咬狗，真是一出好戏。我爸推门进来，脸色严峻。暖暖，你说的对，那些老伙计们已经开始慌了。今天上午，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突然封盘，原油价格暴涨了300%，但高层已经收到了北极冷窝南下的绝密报告。我点点头，爸，我们可以开始了。这一天，陆氏集团宣布无限期停工度假，所有核心员工都拿到了一笔丰厚的遣散费和一份特殊的员工福利——1大箱高热量罐头。而陆家则彻底消失在了公众视野中。我们搬进了半山堡垒，这里有独立的温室，已经长出了绿油油的青菜，地热系统发出的轻微嗡鸣声，全球范围寒潮橙色预警。我看着窗外漆黑的夜幕，那是暴风雪来临前最后的宁静。林雪发来最后一条微信，我冷漠地删除了这条消息，将2人的号码拉入了黑名单。噩梦刚刚开始，我是被一阵闷雷般的巨响惊醒的。我披上极地防寒服，走到堡垒顶层的瞭望窗前，夜空被一种诡异的暗紫色的光芒覆盖，无数如拳头般大小的雪花铺天盖地地砸了下来。气温显示器正在以一种惊悚的速度跳变，25摄氏度、15摄氏度、5摄氏度、0摄氏度。仅仅用了10分钟，气温便跌破了0度。狂风呼啸的声音穿透了厚重的防弹玻璃，听起来像是地狱深处怪兽的嘶吼。窗外的城市灯火通明，那是人类文明最后的倔强。但很快，我看到远处的变电站爆出一团巨大的火花，随即半个城市的灯光瞬间熄灭，空气中的水汽被瞬间凝固，形成了一层浓厚的白雾。在白雾中，一切都在迅速失去色彩，树木在咔嚓声中折断，路面上行驶的车辆因为燃油凝固和路面结冰而失控相撞。我爸妈也来到了监控室，我妈看着屏幕里混乱的街道，忍不住捂住了嘴巴。暖暖，真的来了。我握住她的手，触感温暖。妈，别看，我们救不了所有人。此时，我的手机通过堡垒自带的卫星网络接收到了信号，里面传来凌乱的惨叫和求救声。救命！我的窗户碎了，雪飘进来了，好冷。暖暖，陆暖暖，你在哪？这是林雪的声音，她似乎在户外，风声极大。我的车打不着火了，阿哲把我一个人丢在大街上跑了。暖暖，你救救我，我冷得快没知觉了。就在半小时前，林雪正和周哲在市中心的露天餐厅庆祝。寒潮突袭时，周哲为了抢夺仅有的一辆能启动的越野车，一把将林雪推倒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我看着监控画面里，市中心那个昂贵的商圈已经变成了一片死地，那些昂贵的奢侈品店此时成了最漏风的棺材。暖暖，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带我走吧。你那个体验馆在哪里？求求你！林雪的声音里带着牙齿打颤的咯咯声，卑微的如同蝼蚁。我缓缓拿起扩音器，接通了那段信号，声音平静的像是一潭死水。雪儿，滑雪好玩吗？电话那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只有呼啸的风声。这只是开始，林雪，感受这种一寸寸被冻裂的滋味吧，这是你欠我的。说完，我彻底切断了信号。此时，堡垒外面的气温已经跌到了-20度，而这仅仅是寒潮降临的第1小时。冰封的第一天早晨，太阳没有照常升起，厚重的灰色的冷云层遮蔽了一切光线。我坐在餐厅里，桌上是热气腾腾的皮蛋瘦肉粥，室内维持在体感最舒适的24摄氏度。但我爸的面色很沉重，他面前摆着好几台平板电脑，惨不忍睹。他叹了口气，大多数老旧小区的供暖管线已经爆裂，人们蜷缩在家里，劈开木质家具，生火取暖。钢化玻璃纷纷炸裂，
将室内变成了一座座冰雕陈列馆。暖暖，你说林雪和周哲他们会死吗？没那么容易死。我冷笑一声，他们那种人像蟑螂一样顽强，储备了一些我故意让他买的过季衣物，躲在床底下还能撑几天。但我更想看到的是他们互相折磨。前世他们是为了我家的物资才联手的，剩下的只有对生存的恐惧和对彼此的怨恨。吃完早饭，我带上红外望远镜巡视了堡垒的一周，围墙上已经挂满了巨大的冰棱，电网偶尔发出噼啪的响声。突然，监控画面里出现了一点异样，一辆歪歪扭扭的私家车正艰难地往山上爬。那是周哲的车，那辆我送他的玛莎拉蒂，此时已经加装了简易的防滑链。他竟然还没死，而且他知道我的堡垒就在山上。杜暖暖，开门！我知道你在里面。他此时的样子狼狈极了，脸色青紫，那是严重的冻伤痕迹。他身后居然还跟着几辆车。暖暖，我是阿哲，这是全球性的灾难，我有力量，我可以保护你。他一边喊一边指挥身后几个壮汉下车，试图用斧头敲击堡垒那扇沉重的合金大门。我看着屏幕，像是在看一群无知的跳梁小丑。爸，看来我们的安保设施要进行第一次实战测试了。我爸按下控制台的一个按钮，大门上方的隐藏射灯瞬间亮起，雪亮的光柱刺破风雪，直直地打在周哲那张扭曲的脸上。我打开外接扩音器，声音在寂静的雪地里显得格外清晰。阿哲，这就是你说的保护我，带着一群暴徒来砸我家的门。楠楠，你终于说话了。暖暖，外面全是疯子，我好不容易才杀出重围来找你，你快开门，让我进去，我快冻死了。他身后那个拎着消防斧的壮汉不耐烦地吼道：暖暖，求你了，就开一道小缝。我带了很多人手，我们可以建立防御圈，你一个女孩子守不住这么多物资的。前世他也是这么骗开我爸妈的心房的。阿哲，你看看你身后。周哲愣了一下，回头看去，另一道摇晃的身影正蹒跚爬来，那是林雪，她竟然没死，在雪地上拖出一道暗红色的痕迹。周哲，你这个畜生，你丢下我！林雪凄厉地尖叫着扑向周哲，两个人在冰天雪地里扭打在一起。那几个壮汉见状，互相对视一眼，眼神里流露出残忍的贪婪。他们开始观察堡垒的弱点，指着围墙上方的一个孔洞，试图攀爬。我看着监控，轻声自语：那是诱饵。当那个壮汉的手触碰到通风口外围的瞬间，我果断按下了脉冲防御开关。啪！一声凄厉的惨叫，壮汉整个人被高压电瞬间弹飞，落入身后的积雪中，身体抽搐了2下。周哲更是直接瘫坐在地上，裤裆湿了一片，瞬间结成了冰块。滚，或者死！我吐出4个字。那些所谓的伙伴连死掉的老大都顾不上了，连滚带爬地钻进车里，绝尘而去。只剩下被丢下的周哲和林雪，在那具焦黑的尸体旁。他们在山庄大门外的岗亭里躲了一夜，里面有一些我故意留下的快过期的饼干。我要让他们看着我过着什么样的生活，然后再一点点剥夺他们的希望。第二天一早，在堡垒外墙的巨型全彩 LED 屏幕上播放了一段视频，那是我们全家正在吃火锅的画面。沸腾的红油，新鲜的肥牛卷，翠绿的毛肚。我坐在镜头前，优雅地涮着一片和牛，然后对着镜头微微一笑。早安，两位。岗亭里的周哲和林雪猛地冲了出来，死死盯着屏幕，喉咙里发出野兽般的吞咽声。他们已经快2天没吃正经东西了。林雪趴在雪地上，手指已经冻得黑紫。我帮你骂周哲，我帮你打他，你让我当条狗都行。周哲也顾不得形象了，对着屏幕狂扇自己耳光。是我鬼迷心窍，都是这个贱人勾引我。我力气大，我能干活。我放下筷子，慢条斯理地喝了一口温热的果汁。想进门可以，但我的堡垒不养闲人。看到那边那个旧仓库了吗？里面有一些木材和生活工具，还有一些没开封的罐头，只要你们能爬过去，那些就是你们的。在齐腰深的积雪和零下50度的寒风中，这200米就是生死线。我去！周哲竟然先一步跳了起来，他一脚踹开受伤的林雪，像条疯狗一样扎进雪地里，艰难地向仓库挪动。林雪发出一声绝望的哭嚎，也拼命往那边爬。我坐在温暖的房间里，看着2个曾经伤害我最深的人，在冰原上像虫子一样蠕动，互相拉拽，互相诅咒。这就是末世的真谛。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人类那层名为文明的皮会被轻易撕碎，露出里面血淋淋的本能。冰封1周后，外面的世界已经彻底失去了秩序。由于气温稳定在零下60度左右，政府的救援力量已经瘫痪，网络彻底断绝，唯有一些拥有私人电台的组织还在散播着恐怖的消息。这里是避难所1号，我们遭遇了暴徒袭击，他们抢走了所有的燃料。救命！我家里人全都冻僵了，谁能帮我？而在半山堡垒，我们的无土栽培室迎来了第一批生菜的收获。暖暖，如果不是你，我们现在可能连这些菜的根都见不到。我爸则在加固内部的空气净化系统。堡垒的活性炭过滤层消耗很快，爸，我们要准备应对更大规模的冲击了。我指着远处的地平线，在那灰蒙蒙的雪幕中，隐约可以看到几道巨大的黑影正在缓慢靠近，那是重型推土机。暖暖，你说那个仓库里的罐头？哦，那些罐头啊，那是用来钓鱼的。仓库里确实有罐头，
但那是过期的，且掺杂了微量诱导剂的食物。此时，仓库方向传来了一阵阵疯狂的嘶吼声。周哲和林雪因为争夺食物大打出手，在幻觉的影响下，他们把彼此看成了仇人，正用牙齿撕咬着对方。那几台重型推土机停在了仓库不远处，领头的是个半边脸被烧伤的男人，外号刀疤。他看到了正扭打在一起、满脸鲜血的周哲和林雪，还有散落一地的空罐头。老大，还有活口！一个小弟喊道。刀疤像拎小鸡一样把周哲拎了起来。周哲神志不清，嘴里嘟囔着：“暖暖，给我肉！”啪啪，两个响亮的耳光让周哲清醒了一些。大哥，别杀我！我知道那座堡垒的秘密，我知道怎么进去。我坐在监控前，淡然地喝了一口热咖啡。周哲，你果然没让我失望。无论前世还是今生，卖主求荣是你唯一的本能。哦，你知道？指着远方那座宛如钢铁怪兽的半山堡垒，里面只有陆家3口人，但是物资堆成山了。他甚至指着林雪说，那个女的是陆暖暖的闺蜜，她知道密码。林雪瞪大了眼睛，惊恐地往后缩。很好，带上这2个废物，开路！推土机再次发动，巨大的铲斗推开积雪，直逼堡垒。我爸握紧了手里的电磁防御杆，神色紧张。暖暖，他们有重型器械，外墙能扛住吗？爸，如果只是外墙，那就不叫堡垒了。我走到控制台前，启动了防御阵地的第2阶段。欢迎来到陆氏绞肉场。推土机在距离堡垒50米处停下了。刀疤很狡猾，他没有直接冲撞，而是让周哲和林雪站在最前面当肉盾。陆暖暖，开门！我们只要一半物资，只要你配合，我们保证你们全家平安。如果不配合，我就当着你的面把这2个人一点点切碎。他的一名手下用匕首在林雪的手臂上狠狠划了一刀，鲜血还没落地就变成了暗红色的冰珠。林雪发出凄惨的嚎叫，那叫声在寒风中令人毛骨悚然。我爸妈露出不忍的神色，但我依然面无表情。林雪，周哲，记得我死前那种感觉吗？现在轮到你们了。我没有再理会刀疤的叫嚣，而是按下了阵地激活键。堡垒前方的积雪突然向下陷落，雪地下隐藏着巨大的排气扇和液氮装置，白色的液压氮气在瞬间喷薄而出，将周围50米范围内的温度瞬间压低，金属在极低温下变得像饼干一样脆。怎么回事？车灭火了！我的手冻在车门上了。周哲和林雪甚至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就保持着挣扎的姿势，瞬间变成了2座晶莹剔透的冰雕。刀疤还想逃跑，但我已经打开了顶层的遥控机枪，一连串子弹扫射在冻脆的推土机外壳上，发出震耳欲聋的碎裂声。滚，或者变成冰雕陪他们。我的声音通过巨大的功率放大器，如同神谕般回荡在山谷。他丢掉武器，连滚带爬地钻进最后一辆还能启动的越野车，疯了一般掉头逃窜。他们就那样立在雪地里，成了2道永远无法消融的罪恶丰碑。半山堡垒再次回归了寂静，只是门口多了一堆奇形怪状的冰雕和废铁。这一战让陆氏堡垒的名声传遍了周边的避难所，人们知道了这里不仅有物资，还有足以毁灭一切的恐怖防卫。但小规模的试探从未停止，由于极寒持续，地球的生态系统已经彻底崩溃，大气层变得越来越稀薄，宇宙射线的强度在增强。我们的堡垒进入了深度潜航模式，最底层的核能电池组正式启动。温室里的蔬菜已经可以自给自足，我们甚至还养了几打鹌鹑和1小池循环水养殖的鱼。暖暖，你说这雪会停吗？我摇了摇头，妈，前世我死的时候雪还没停，这可能是新一轮的冰河期，会长达数百年。我爸走过来拍了拍我们的肩膀，没关系，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哪里都是家。我看着窗外永恒的银色世界，心中最后的一丝暴力也渐渐平息。复仇已经完成，接下来的路是生存。冰封进入第4个月，半山堡垒外已经堆积了近10米深的雪层，原本宏伟的建筑只剩下一个尖尖的顶端露在外面，像是一座孤岛上的灯塔。这一天，声纳探测器突然发出了规律的轻响，我调整监控头，从特种玻璃缝隙中看向堡垒边缘的一个通气孔，那里是防卫最薄弱但也最隐蔽的地方。一个瘦弱的身影蜷缩在那儿，穿着打满补丁的旧防寒服，手里紧紧抱着一个包裹。暖暖是个孩子，我妈站在我身后，声音有些发颤。我沉默地看着屏幕，前世的惨死让我对任何靠近的人都充满戒备，只是将包裹塞进了通气孔外侧的一个避风盒里，然后对着摄像头深深地鞠了一躬，转身蹒跚地走入漫天风雪。我换上防寒服，通过双重气压舱门取回了那个包裹，里面不是炸弹，也不是求救信，那是几块冻得邦邦硬的红薯和一张字迹歪歪扭扭的纸条。陆姐姐，谢谢你上次留下的空罐头盒，我爸爸用它做了简易的暖炉。这些红薯是我们在地窖里好不容易挖出来的，送给你。落款是邻居小草。我心中某块冰封已久的地方，似乎被这几块硬如石头的红薯敲开了一道裂缝。我想起来了，那个旧仓库虽然被我设了套，但在后方的废墟里，我确实随手丢弃过一些用剩的户外工具和金属废料。暖暖，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周哲和林雪，在极寒里，一点火星就能让人活下去。我们要守住堡垒，但也许我们也可以试着在这个冰冷的世界里建立一点点秩序。我看着手里的红薯，良久，低声说道：爸，
我们做一个交换窗吧。我没有让任何人进入堡垒，那是我的底线。但在堡垒外墙的一处被风托，我利用机械臂改造了一个半自动的交换箱。我通过大屏幕向山下的幸存者发布了公告：不接受乞讨，不接受掠夺，用有价值的物资或劳动力交换食物与燃料。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在附近零散的避难所里传开。第一个来交易的是个中年男人，曾经的高级技工，他带来了一套手摇式发电机组的图纸和零件，想换2斤大米和1瓶抗生素。他的女儿发了高烧，那是他唯一的希望。我通过感应窗确认了物品的价值，投下了物资。男人拿到药的那一刻，对着监控摄像头直接跪了下来，泣不成声。渐渐的，来交易的人多了起来，有人带来拾荒寻到的稀有金属，有人带来珍藏的旧书，甚至有人带来了一些未被冻坏的特殊植物种子。我妈变得忙碌起来，她开始整理那些种子，在温室里尝试培育更耐寒的作物，而我爸则利用他的金融头脑，开始在这个微型的幸存者圈子里建立一套公分体系。暖暖，你看，我爸指着屏幕上那些在雪地里自发清理道路的人们，给他们希望，比给他们武器更能让我们安全。我看着这些在死亡线上挣扎，却依然努力活得像人的人们，第一次觉得重生的意义或许不仅仅是复仇。然而，在这个温情的初芽下，危机依然在黑暗中窥视。冬去春不来，气温却诡异的再次下降，突破了零下70度。交换窗已经好几天没人来了。我知道，外面那些简陋的避难所正在经历背着一个比他身体还大的男人，在雪地里一寸寸挪动。男人已经陷入了深度昏迷，半边身子都被冰霜覆盖。陆姐姐，求求你，救救我爸爸！他趴在交换箱的感应器上，眼神已经开始涣散。我妈急得手心里全是汗。暖暖，那是败血症引发的并发症，他死定了。我死死盯着屏幕，前世的教训在我脑海中疯狂回放。暖暖，我们有医疗舱，有隔离室，如果不救，那个孩子也会死在门外。我闭上眼，深吸一口气，然后猛地睁开。爸，启动1号隔离区。妈，准备手术器械。如果他们有任何异动，我会立刻启动防御程序。沉重的合金大门缓缓开启了一道缝，机械臂将这对父子拉进了隔离区。那是我重生以来第一次允许外人踏入陆家的领地。手术由我妈主刀，我负责打下手。末世3年的求生经历让我对缝合和包扎轻车熟路。小草守在病床边，他甚至不敢触碰这屋子里温热的墙壁，仿佛那是一场随时会碎的梦。吃吧，我递给他一碗热气腾腾的鸡蛋面。小草瞪大了眼睛，看着碗里那个金黄的煎蛋，喉咙剧烈地滑动了一下。暖流流进胃里的那一刻，眼泪大颗大颗地落进了碗里。谢谢，陆姐姐，我以后一定会报答你的。这个孩子干净的眼神让我有些恍神。陈峰在第3天醒了过来，他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试图下床行礼。陆小姐，救命之恩，陈峰没齿难忘。他虽然虚弱，但眼神清亮，没有那种疯狂的贪婪。我听小草说了，陆家在这里救了很多人，如果陆小姐不嫌弃，我这条命以后就交给陆家使唤。我冷淡地看着他，我不需要你的命，我只需要你的规矩。他可以留在堡垒的边缘，观察室负责日常的安保巡逻，但他绝不能踏入核心居住区一步。陈峰没有丝毫犹豫，点头答应。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深夜，一阵剧烈的震动从地心深处传来。地震！我爸猛地翻身坐起，不是冰裂。我看着监测屏上不断攀升的压力数据，山体表面的冰川发生了大面积断裂。如果发生大规模雪崩或冰裂，整座建筑都有可能被推入谷底。轰隆隆，那是千军万马奔腾的声音。巨大的冰块夹杂着积雪从山顶倾泻而下，撞击在堡垒的装甲板上，发出令人牙酸的金属摩擦声。暖暖，外围的感应器毁了，手动启动液压支撑腿，把堡垒顶住山岩。陆小姐，半山腰的那几个避难所正对着雪崩的路径，那些人逃不出来的。我握着操纵杆的手紧了紧。救人意味着我们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去启动外围的推力器，甚至可能暴露我们的核心位置。暖暖，救吧！我妈看着屏幕里那些在风雪中绝望奔跑的小黑点，这几个月他们帮我们收集了那么多物资，他们是我们的邻居。我咬了咬牙，按下了那个橙色的按钮，全部进入防御姿态，开启扇形阻断立场。堡垒外墙的4个喷射口喷出耀眼的火光，高温燃气瞬间将靠近的冰雪融化，形成了一道半弧形的缓冲带。陈峰，穿上外骨骼装甲，去把他们接进来，只带人，不带任何杂物。陈峰应声而动，他像一头黑色的猎豹冲入风雪中。1个2个，在陈峰的指引和外骨骼的辅助下，10几名幸存者通过狭窄的紧急通道爬进了堡垒的外围隔离区。当最后一个人进入后，巨大的雪浪彻底淹没了刚才他们所在的位置。隔离区里挤满了人，他们瑟瑟发抖，满身冰霜，但眼神里全是劫后余生的庆幸。我站在2楼的观察窗后，冷冷地看着他们。听着，这里是陆氏堡垒，我可以给你们提供暂时的避难所，但如果有人敢在这儿生事，雪崩就是你们的下场。这群幸存者中有老技工，有曾经的老师，也有力气很大的搬运工。他们看着我，没有任何反驳，只有整齐划一的沉默和感激。在极寒的末世里，
秩序往往建立在绝对的力量之上，通往外界的路被几十米深的冰雪封死。为了维持稳定，我爸开始组织他们干活，技工们负责维护受损的外围设备，妇女和老人负责在隔离区的微型育苗房里除草，陈峰则带队进行日常的安防检查。作为报酬，我每天提供定量的热汤和粗粮面包。这种半隔离的共生关系竟然维持得意外和谐。有一天，我路过隔离区，看到那个曾经的老师正带着几个孩子在金属墙壁上画画，他们画的是太阳，是草地，是那些已经消失在记忆里的绿色世界。陆姐姐，小草跑过来拉了拉我的衣角，递给我一朵用废弃塑料袋折成的花，送给你。老师说你就是我们的太阳。我看着那朵丑兮兮的塑料花，心里莫名有些堵。我不是太阳，我只是想活下去。我生硬地回了一句，但我知道我变了。前世那个满心仇恨，最后被冻裂在雪地里的陆暖暖，正在被这个虽然寒冷但还算温暖的小世界一点点治愈。然而人性的复杂并不会因为一场雪崩而彻底消失，在这些幸存者中，一股不安的暗流正在悄悄滋生。危机出现在一个深夜，几个原本是地痞出身的男人，觉得每天干活拿这么点吃的太亏，他们盯上了堡垒内部那传说中吃不完的肉和红酒。兄弟们，陆家就3个人，加上那个当兵的，咱们这儿有20多号人，只要控制了控制室，这堡垒就是咱们的啦。领头的男人叫赵强，他正压低声音鼓动着身边的人。堡垒的每一个角落都在我的全方位监控之下。陈峰早就注意到了他们的异动，他正守在隔离区的出口，手里握着一根黑色的电击棍。暖暖，要动手吗？我爸看着监控屏幕，眼神变冷。不，让他们自己选。我打开了隔离区的广播，声音冰冷如刀。赵强，还有你们几个，如果现在放下手里的撬棍，我可以既往不咎。隔离区内一片死寂。赵强先是一惊，随即露出狰狞的面孔。既然你听见了，那我们也开门见山。我们要进内舱，我们要吃肉，否则我们就烧了这儿。他掏出一个简易的汽油瓶，那是他偷出来的燃料。陈峰，清场。我吐出4个字。陈峰动了，他的动作快如闪电，在赵强还没来得及点火的一瞬间，电击棍已经精准地点在了他的后颈。剩下几个同伙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周围自发站起来的幸存者们围住了。你们干什么啊？疯了！赵强的同伙惊恐地大喊：疯的是你们！陆家给了我们活命的机会，你们想毁了大家的家？不需要我亲自动手。这几个毒蛇就被幸存者们愤怒地扭送到了排气窗口。我看着这一切，没有怜悯，把他们丢出去。陆家不养白眼狼。当这几个人被推入零下70度的寒风中时，隔离区内的人们纷纷低下了头，但他们的眼神变得更加坚定和顺从。日子转眼到了重生后的第1个春节，虽然窗外依然是永恒的灰白色，但堡垒内部却多了一丝喜庆。我妈翻出了压箱底的红纸，剪了几朵简单的窗花，贴在玻璃上。幸存者们也用他们的方式庆祝。他们用干面粉和少许脱水蔬菜包了一些奇形怪状的饺子。陈峰带着小草在那台破旧的收音机里搜寻着，滋滋滋滋。突然，一段轻微的音乐从电流声中飘了出来，那是难忘今宵的旋律。虽然断断续续，却让所有人都停下了手中的动作。那是某个不知名的地下避难所发出的信号，它向整个世界证明人类还没有灭绝。我拿出了一些珍藏的红酒和肉类，通过交换窗发给了隔离区。我在广播里轻声说了一句，隔离区里爆发出了欢呼声。我坐在爸妈中间，看着他们慈祥的笑脸，所有的紧绷与杀伐都有了意义。我依然记得仇恨，但我更爱现在的清晨。然而，就在这个夜晚，观测仪发出了警报，气温并没有继续下降，反而开始诡异的回升，零下60度、零下40度、零下20度，短短2天，气温回升了50度。但我爸的脸色却前所未有的凝重。暖暖，这不是春天来了，这是极圈气旋的崩溃。我猛地惊醒，几十米深的积雪在短时间内全部融化，会引发超乎想象的泥石流和山体滑坡。原本被冻死的病毒和腐烂的杂物会随着冰雪消融而进入水源，所有人立刻穿上防护服。陈峰，检查水源净化系统。幸存者集体转入2层高地。窗外原本洁白的雪地开始变得灰暗松软，巨大的裂缝在雪层中蔓延，冰蓝色的激流从山顶倾泻而下，带走了无数残骸。我们守在堡垒里，感觉整座大山都在颤抖。真正的末世考验似乎才刚刚翻开第2眼。暖暖，看那边。我妈指着山下，原本被冰封的城市废墟，此时正像一个巨大的泥潭，慢慢吞噬着地面上的一切。而在那浑浊的泥水中，我看到了一些不属于自然的影子，正顺着水流向半山腰靠近，是无数扎在简易木牌上拼命求生的幸存者。山下的废墟里，无数藏在地下室的人被灌入的水逼了出来。暖暖，救不救？我看着监控，那些木牌在浑浊的激流中打着旋，随时会被巨大的浮冰撞碎。我闭了闭眼，前世的冷酷在这一刻终于被这几个月的温情彻底软化。陈峰，启动外围悬挂索道，把能拉到的木牌都往避风角引。堡垒的机械臂再次动了起来。这一天，我们从死神手里抢回了30多个人，他们全身湿透，满脸泥泞，
像是一群受惊的鱼挤在被垫高的外围露台上。我妈带着几个妇女烧了大桶大桶的姜汤递出去。这一次我没说不养闲人，因为在这样的天灾面前，人类太渺小了。深夜，堡垒发出了一阵沉闷的轰鸣，那是侧翼的一块巨岩发生了滑坡，所有人进入避难姿态。我爸大喊，他正死死盯着地基稳定性监测仪。整座堡垒在那一刻像是被巨兽推了一把，剧烈的晃动起来。隔离区的幸存者们自发的手拉手缩成一团，没有人尖叫，没有人骚乱。这种在生死考验中磨砺出的默契令人动容。我们当初加固的地热桩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震动平息后，我看到陈峰和几个青壮年幸存者就主动背起绳索，冲进满是泥浆的外围区，去加固被落石撞变形的支架。陆小姐，地基稳住了！陈峰在雨幕里大喊，脸上带着劫后余生的狂热。我看着他们忙碌的身影，这不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堡垒。洪水退去后，气温维持在10度左右，潮湿和腐烂带来了末世最可怕的副产品——疾病。隔离区里开始有人咳嗽、发热。我妈最担心的灾后大疫还是露了头。暖暖，必须立刻全面消毒，把所有的抗病毒药物都拿出来，还有我们之前存的艾条。那一瞬间是有过迟疑的。但看到小草也在帮着熬药，看到那些幸存者为了不传染别人，自觉地把自己关进狭小的隔间，我心中那点自私彻底消散。我们开启了堡垒最高级别的空气净化系统。我妈带着2个以前当过护士的幸存者，没日没夜地守在病患身边。半个月后，奇迹发生了，除了2名年岁极大的老人平静离世，其余人都挺了过来。这种信任和凝聚力在这一刻达到了顶峰。当洪水彻底退去，露出被洗劫一空的城市骨架时，我们决定组织一次远征。堡垒的物资虽然多，但总有耗尽的一天。我们需要寻找被掩埋的种子、工业零件和更多的幸存者。陈峰带队，我坐在指挥室里进行无线电引导。他们路过了林雪和周哲曾经所在的那个商圈，那里已经被泥沙掩埋了一半，再也看不见那2座象征仇恨的冰雕。陆小姐，我们发现了一个被冻住的冷库，门没坏。陈峰的声音里透着兴奋，但冷库最深处存放着大量的真空包装大豆和玉米种子。这一趟，他们带回了整整2卡车的物资。留守的幸存者们自发排成2列，用热烈的掌声迎接这些英雄。我走出控制室，站在露台上看着这一幕，嘴角第一次露出了由衷的微笑。我独自去了一趟前世死去的那个街角，那里现在只剩下一截断裂的防弹玻璃，泥沙掩埋了一切，也掩埋了所有的血腥与不堪。我站在这里，看着远处渐渐平息的河流，心里那个曾经疯狂叫嚣着要复仇的陆暖暖，似乎终于消失了。我捡起一块冰凉的石头，扔进泥潭里。再见了，那个天真的我。我转身走向等候在不远处的陈峰和小草。陆姐姐，你看。小草指着泥缝里。我低头看见一抹微弱的几乎看不见的绿意，正倔强地从乌黑的泥土里探出头来。那是春天，迟到了太久太久的春天。随着气温稳定，我爸牵头带领大家在堡垒下方的背风坡建立了一个简易的村落。人们利用废弃的集装箱和木材搭建起了一排排整齐的屋舍，一个雏形中的小社会诞生了。晚饭时，社区里飘起了袅袅炊烟，那是一幅我前世做梦都不敢想的画卷。我们的卫星电台开始收到来自更多地方的信号。坐标叉叉叉，我们有大量的食盐，请求交换御寒衣物。坐标叉叉叉，我们需要青霉素，可以用矿石交换。我爸利用他的金融天赋，在无线电中建立了一个原始的易货贸易网。我们派出了陈峰和几支探索队，他们成了末世里的邮差。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丰富了物资，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了自己并不孤单。这种跨越山川的联系，让人们眼里的死寂一点点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对未来的憧憬。原来，文明的延续不需要什么宏大的计划，只需要每一个人都想努力活下去。在冰封后的第7个月，天空终于落下了一场温润的雨，而不是刺骨的雪。雨水洗刷着满山的灰尘，露出了岩石原本的颜色。我们全家人站在堡垒顶层的露台上，没有打伞，雨水落在脸上，凉丝丝的，带着生机的味道。暖暖，你看那些地。我妈指着山坡下，幸存者们正欢呼着冲进雨里。他们之前种下的那一排排耐寒作物，在雨水的滋润下，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鲜活。我爸搂着我妈的肩膀，感叹道：经历了这一遭，才觉得这雨声比金子碎裂的声音还好听。我伸出手接住几滴雨水，前世那刻骨铭心的寒冷，终于在这一刻被彻底冲刷干净了。社区里传来了喜讯，平安诞下了一个女婴。我妈特意从温室里摘了一筐最新鲜的番茄，看着襁褓中那个红扑扑、皱巴巴的小生命，我有些笨拙地伸出手指，被她小小的手掌紧紧攥住。那一刻，一种难以言喻的触动传遍全身。陆小姐，给她起个名字吧。我沉思片刻，轻声说：就叫初晴吧。初晴意味着阴霾散尽，终见暖阳。围观的人们纷纷鼓掌，欢笑声在金属和岩石之间回荡。又是几个月过去，气温彻底恢复了正常。堡垒的大门现在常年敞开着，而是一个指引方向的灯塔。这天黄昏，我处理完社区的琐事，独自走在下山的石阶上。路边的小草已经长到了脚踝，远处陈峰正带着巡逻队归来。
小草蹦蹦跳跳的跑过来，递给我一兜他在后山摘的野果。我接过野果，摸了摸他的头。回到堡垒顶层，爸妈已经摆好了晚饭，新鲜的炒菜和香喷喷的米饭。夕阳穿过厚厚的防弹玻璃，我爸喝了一小杯红酒，感慨地说：“我看着窗外渐渐亮起的点点灯火，爸妈，能陪着你们，就是我重活一回最好的意义。”我们那台曾经只能捕捉到杂音的卫星电台，都陆续传来了幸存者的信号。这里是晨曦营地，这里是绿洲基地，我们的第一批小麦实验成功了。我爸坐在控制台前，多了几分如释重负的慈祥。他耐心地协调着各方的资源，一个覆盖了方圆千里的文明之网正在悄然形成。陈峰带队的远征频率也降低了，取而代之的是贸易商队带着 L 山社区特产的脱水蔬菜和地热电池，去换回稀缺的工业零件和书籍。这一天，商队带回了一个特殊的包谷，那是一叠厚厚的手绘的世界地图，上面标注了数十个已经确认的安全点。在地图的背面，不知是谁用红笔工整地写着：“谢谢你们 ，L 山的灯塔。”我心中最后的一点孤独感也烟消云散了。末世剥夺了秩序，但它无法剥夺人类聚沙成塔的天性。那间曾经存放着大量军用压缩饼干的密室，现在被清空了，改造成了社区的第一所学校。我妈成了孩子们的生物老师，她教他们辨认哪种蘑菇有毒，哪种草药可以止血。我爸则发挥所长，给大一点的孩子讲基础的逻辑与管理，而我偶尔会被孩子们拉过去讲讲那个旧世界的故事。陆姐姐，旧世界真的有可以飞上天的铁鸟吗？有的，不仅能飞上天，还能带我们去月亮上。我笑着摸摸他的头，只要你们努力学习，以后你们也能做出这样的铁鸟。在这个几乎被冰雪抹去痕迹的世界里，知识成了比黄金更珍贵的种子。我看着这些在冰缝里长大的孩子，他们不再像末世初期那样眼神惊恐，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向阳而生的韧劲。堡垒的墙壁上贴满了孩子们稚嫩的画作，曾经这只是一个为了躲避死神的龟壳，而现在它是文明复苏的育婴房。这一年的夏末，我们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丰收，那是我们通过无数次实验杂交出的最强壮的作物品种。为了庆祝，社区决定举办一场生鸡节，大家在平地上升起篝火，拿出积攒了许久的陈酿，还有新鲜采摘的水果。陈峰把废弃的汽油桶做成了简易的架子鼓，孩子们绕着火堆欢快地跳舞。我坐在高处的台阶上看着这一切。我妈端着2碗热腾腾的鲜鱼汤走过来，递给我1碗，暖暖尝尝。鱼汤乳白，撒着鲜绿的葱花，那股鲜甜的味道在舌尖化开，让我恍惚间想起了前世临死前舌尖上那抹暗红色的冰渣。暖暖，快看！我爸指着远方的天空，几颗信号弹在夜空中绽放，红的绿的光芒划破夜空，连成了一片希望的星海。那是幸存者们在互相宣告，我们还活着。又是几个春秋轮转，曾经荒芜的 L 山已经变得郁郁葱葱，半山腰的村落已经扩展成了一个坚固的小镇，新的工坊和磨坊也建了起来。我陪着已经白发苍苍的父母走在山顶的露台上，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穿过云层，温柔地洒在波光粼粼的河流上，现在成了肥沃的河床。远处的城市废墟依旧沉默，但有新建筑在残骸上拔地而起。暖暖，你看，那棵树开了，它终于在今天开出了满树繁花，粉色的花瓣随风飘落，落在我肩上。我拉着父母的手，看着这个由我们亲手参与重建的世界，想起重生之初，我满脑子只有仇恨、鲜血和冰冷的堡垒。而现在，我的生命里装满了邻里的笑声，孩子的书声，耳边传来一声清脆的响声，是不远处的花苞破壳而出的脆响，是生命在律动。我闭上眼，感受着照在脸颊上那股滚烫的、真实的暖阳。噩梦早已随风雪散去，而我们的春天永远不会再缺席。